你知道世界上最罕见的动物是什么吗？你以为大熊猫就是世界上最稀有的动物了吗？你知道吗？在全世界，单是动物的种类就超过了700多万种，其中有很多是我们从未了解，甚至从未听说过的物种。至今为止，人类所能了解到的动物大约仅占100多万种。然而在这多达上百万种不同种类的动物中，有一些物种正在悄悄地走在灭绝的边缘。几千年来，由于人类的领地不断扩张以及气候变化等因素，导致很多动物的栖息地遭到破坏。至今为止，有些动物的种群数量仅剩下不足10只，非常稀缺。今天这期视频，黑土就给各位领导找出了世界上极度濒危的10种动物，带各位领导一起认识一下这些罕见的野兽。大家好，我是黑土，喜欢这类视频的领导，劳烦您帮忙点个赞支持一下，记得长按点赞3秒，给黑土个霸气鼓励，谢谢。好，第10个，西班牙猞猁。西班牙猞猁也叫伊比利亚猞猁，这是一种生存在欧洲西南部伊比利亚的一种特有的野生猫科动物，它是世界上数量最少的猫科动物之一。这种猞猁的体型普遍要比普通的猞猁小，它的体长也就在90厘米左右，体重最重可达30斤。它们主要都分布于伊比利亚半岛。西班牙猞猁最明显的特征就是它们的皮肤颜色，它们的皮毛上有明显的类似于豹子的斑点，远看上去外观与豹子非常接近。它们主要都活动在一些有植被的山区或者短灌木丛林地带，通常都在夜间活动，白天一般都在树上睡觉，到了晚上才会出门觅食。这个家伙的视力和嗅觉相当发达，它们可以发现300米开外的猎物。在野外，这个家伙主要以一些小型哺乳动物、鸟类以及野兔为食，主要是野兔，有时候找不到野兔，它们也会选择猎杀小鹿以及羚羊等体型较大的动物。这种猞猁曾经遍布整个伊比利亚半岛，但是到了20世纪，由于人类的过度捕猎、偷猎以及栖息地的碎片化，使得这种猞猁的种群数量急剧下降。早在2005年，这种猞猁的数量就已经不足100只。后经过研究发现，导致它们数量下降的主要原因，除了栖息地丧失，最严重的还有猎物不足、食物缺乏，没有足够的野兔供它们捕杀。后来人们便开始对其实施了保护措施，截止到2021年，西班牙猞猁的数量从之前的不足100只，已经恢复到1000多只。好，第9个，戈壁熊。它是世界上唯一的一种生活在沙漠里的熊，这种熊是棕熊的一个亚种，它们生活在蒙古的西南部。从外观看上去，它与北美的灰熊很像，但是它可以适应戈壁滩的干旱环境，而北美灰熊却不能。由于其生存环境恶劣，再加上它们的繁殖率很低，通常每2年才会产下一只幼崽，而且生活在干旱的戈壁地区，恶劣的环境导致幼崽的成活率极低，因此导致这种熊的数量非常稀缺。要知道，生活在这种环境下，干旱的戈壁滩，夏天的最高温度高达46度，而冬天的最低温度可低至零下34度。在全世界所有的动物中，很少有动物能够承受这样的极端且多变的恶劣环境。况且在这种环境下，食物还非常稀缺。戈壁熊作为一种体重重达200斤的大型动物，必须需要有足够的食物才能供它们生存，而在这里，这种熊只能依靠一些植物根茎、昆虫以及一些植被为食。到了冬天，食物会更加缺乏，种种原因导致它们无法将种群繁衍扩大。截止到2022年，全世界现存的戈壁熊的数量可能仅有51只，非常稀缺。好，第8个，大黑马羚。大黑马羚也被称为安哥拉大雕羚，这是一种类似于马的大型羚羊，它们原产于非洲的撒哈拉以南，仅分布于非洲的安哥拉。这种大黑马羚的体型很大，成年的大黑马羚的头体长度最长可达2米以上，肩高可达 1.4 米，体重最重可达400斤以上。但是它们头顶上那双角的长度最长就可以长到 1.6 米长，它们的外观看上去非常帅气，在安哥拉，这种大型羚羊是当地的国兽。这个家伙大多数都生活在一些热带森林和草原地区，它们属于群居动物，与绝大多数的羚羊一样，在野外它们的食物多数都是以植物为主。再有就是导致大黑马羚数量下降的原因，并不是自然环境所导致的，而是由于当地爆发的30多年的大规模内战所导致的。多年的战乱导致大黑马羚的种群总数不多于400头，成为世界上极度濒危的物种。好，第7个，中南大羚。中南大羚也被称为亚洲的独角兽或者亚洲麒麟，名字非常霸气。能拥有这么霸气的称号，主要就是因为这个家伙的头上长着2只长达半米的尖角，从侧面上看上去好像只有1只脚，因此才被称为亚洲的独角兽。这种动物其实是一种大型羚羊，它们原产于越南和老挝。这个家伙的头体长度可达 1.5 米，肩高可达90厘米，体重最重可达200斤。它们经常栖息在东南亚东部的一些相对潮湿的森林里，主要以一些树叶等植物为食。在它们的脸上长有一种特殊的腺体，这种腺体能够向外散发出刺激的气味，主要用来标记路线。
在当地，一些偷猎者每次猎杀到这种中南大羚后，都会将它们脸部的腺体取下，用来入药，然后再将它们的肉以及脚卖掉，以获取利润。出于利益驱动，之后便有越来越多的猎人去大肆捕杀这种中南大羚，最终导致它们的数量急剧下降。由于该地这些猎人多数都是传统的猎人，沟通难度较大，因此想要对中南大羚进行保护也变得非常困难。据世界自然保护联盟估计，截止到2009年，这种中南大羚的野外数量可能仅有几十只，非常稀缺。好，第6个，枭鹦鹉，它是世界上人类已知唯一的一种不会飞的鹦鹉。主要原因就是这个家伙的翅膀对于它自身的大小来说比较短，而且它的胸骨上没有龙骨，缺少了鸟类控制飞行的肌肉部位。这个家伙分布于新西兰的南部，它的体长可达64厘米，体重最重可达8斤。由于不具备飞行能力，因此它们只能生活在一些没有捕食者的地区。位于新西兰西南部的一个名为白垩岛的地方，成为了枭鹦鹉最理想的栖息地。这里很少有大型的掠食性动物出没，而且岛上到处都是枭鹦鹉喜欢吃的植物。对于枭鹦鹉来说，这里就是养老圣地。果不其然，舒适的生存环境使得它们的寿命长达58年，甚至有可能高达100年，因此它可能也是世界上寿命最长的鸟类之一。但即便是这样，这种鹦鹉也被列到极危物种中，现存数量截止到2018年仅剩100多只。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就是因为人类的大量猎杀。由于其不像其他的鸟类那样具备飞行的能力，因此捕捉起来相对容易。早些年，这种鹦鹉在当地被大量猎杀，主要以获取它们的肉以及羽毛。它们的羽毛被人类用来制作价格不菲的衣服，久而久之，导致它们的数量急剧下降。虽然早在1891年，人类就开始对其进行保护，但至今为止，它们的数量仍然非常稀缺。好，第5个，红狼。这是一种原产于美国东南部的一种犬科动物，它们的体型不大，成年红狼的体长最长可达 1.2 米以上，体重可达70斤。它的皮毛颜色通常比土狼和灰狼的皮毛更红，主要颜色多数都为肉桂红色和黄褐色。这种狼在成为濒危物种之前，经常活动在美国东部的一些森林和沼泽地区，它们曾经遍布整个美国东南部。后来到了19世纪初期，人们曾对这种狼进行大规模的猎杀，给这个物种造成毁灭性的打击。到了1980年，这种狼被宣布在野外绝迹。之后，人们又在野外重新发现了14头野生的红狼，然后也对其进行了基因保护和圈养繁殖。通过动物保护部门的不断努力，到了1987年，人们又重新将繁殖的数百头红狼重新放回到大自然中。然而即便是这样，仍有一些猎人继续对其进行捕杀，最终导致它们的数量再次下降。截止到2021年，除了圈养的红狼，在人们向野外释放的红狼中，仅剩8头还活动在野外，非常稀缺。好，第4个，苏门答腊虎。它是现存所有的老虎亚种中体型最小的老虎亚种。苏门答腊虎的体长也就在2米左右，平均体重也就在240斤左右。雌性苏门答腊虎的体长加上尾巴最长可达 2.3 米，平均体重也仅为180斤。这种老虎的皮毛颜色通常都较深，它们生存在苏门答腊群岛的热带雨林中，栖息环境包括森林与高山。在野外，它们主要以野猪、水鹿以及猴子为食。苏门答腊虎的体型虽然不大，但是凶猛程度无言置疑，它们相当可怕。但是在1987年到1997年，这种老虎在当地就杀死了多达100多个人和至少870头人类饲养的牲畜。后来当地为了减少老虎与人类的冲突，便开始对苏门答腊虎进行大规模的猎杀。在20世纪30年代初期，在苏门答腊当地街头到处都可以看到虎爪、虎皮等老虎的皮毛以及骨头被做成的制品售卖。除了过度捕杀，再加上人类的入侵以及对自然资源的开采，导致苏门答腊虎的栖息地一直在不断的减少，并被切割成碎片化，最终导致野生的苏门答腊虎的数量急速下降。据估计，至今为止，野生的苏门答腊虎的数量仅剩下400多只。好，第3个，远东豹。远东豹也叫东北豹，这种豹子原产于我们国家的东北地区与俄罗斯的远东地区。远东豹是北方地区体型仅次于东北虎的大型猫科动物。这种豹子的体长可达 1.4 米，体重接近100斤。它们通常都活动在一些寒温带的阔叶林地区。远东豹一般都是独居生活，通常都在夜间活动。这种豹子的体型虽然没有非洲花豹的体型大，但性情可能比花豹更凶猛。远东豹的犬齿大而锋利，猎齿也非常发达，它们可以越过6米宽的渠沟，也可以跳上3米高的峭壁。在野外，像一些野猪、驯鹿，甚至体型较小的黑熊，都有可能成为远东豹的猎物。但即便是这么凶猛的一个物种，也扛不住人类栖息地的不断扩张。据估计，截止到2022年，野生远东豹的数量可能不足100只，非常稀缺。好，第2个，爪哇犀牛。你知道吗？在1922年以前，我们国家曾经也生活着野生犀牛，这种犀牛就是爪哇犀牛。爪哇犀牛是一种独角犀牛，它的体型没有印度犀牛大。爪哇犀牛的通体长度最长可达 3.5 米，肩高可达 1.6 米，体重最重可达 2.3 吨。
这种犀牛曾经广泛分布于亚洲地区，在汉朝以前，它们曾经生活在我们国家的南部以及中原地带，而如今它们仅分布于印度尼西亚。这种犀牛是一种独居动物，通常它们都喜欢活动在一些野草密布的低地雨林环境中，主要以树上的叶子以及一些嫩芽为食。在很久之前，这种犀牛曾经遭到人类大量的偷猎，由于大量捕杀，导致它们的数量非常稀少。后来在爪哇犀牛的栖息地内又迎来了一次越南战争，战争过后，之前生活在越南境内的爪哇犀牛也几乎灭绝。截止到2019年，在全世界估计仅剩下72头爪哇犀牛，而且大多数仅生活在印度尼西亚的乌荣库隆国家公园，非常稀缺。好，第一个，小头鼠海豚。小头鼠海豚也叫加湾鼠海豚，它是所有现存鲸类动物中体型最小的。成年小头鼠海豚的体长可达 1.5 米，体重最重也就在100多斤。它们多数都分布于加利福尼亚湾上游的一小部分，生活在水深不到100米的浅水区，或者底部有淤泥的浑浊的水域。之所以活动在这种水域里，主要是因为这种水域的食物供应充足，并且潮汐混合强烈，水中的营养度也相对较高。在水中，它们主要以各种底栖鱼类、甲壳类动物和鱿鱼为食。导致这种小海豚的数量稀少的主要原因就是捕鱼业。由于这种海豚的活动范围通常都距离海岸较近，因此它们经常会被人类的渔网捞到。一旦被渔网捞到，一些带刺的渔网就有可能将其划伤，而小头鼠海豚也可能因此丧命。再有就是这种小头鼠海豚的繁殖周期很长，并且一次只能产崽一只，数量本来就不多，稍微影响就会对其种群带来毁灭性的打击。据估计，截止到2022年，活着的小头鼠海豚的数量已经不到10只，非常稀缺。好了，这期视频就到这里了，觉得还不错的领导记得把黑兔点个赞，谢谢。地球上最大的森林亚马逊雨林究竟有多危险？在这个面积为600万平方公里的巨大雨林中，聚集了250万种昆虫、上万种植物和2000多种鸟类和哺乳动物。这里的动物，亚马逊雨林气候潮湿，许多动物在这里大量的繁衍。由于不受人类的干扰，部分生物在无休止的进化，它们的危险程度远在人类的预想范围之外。如果一个没有任何野外求生经验的人身处亚马逊雨林深处，可能连3个小时都活不过，就会被这里的各种可怕的昆虫取走性命。今天黑土汇集了一下雨林深处最致命的10个物种，带各位领导一起来感受一下真正的原始森林。大家好，我是黑土，喜欢这类视频的领导，劳烦您帮忙点个赞支持一下，记得长按点赞3秒，给黑土个霸气鼓励，谢谢。上一期咱们说了亚马逊河流里的10个致命的生物，并没有提及森林里的。相信看过上期的领导多多少少已经感觉到了亚马逊河的可怕程度，但是河里的生物对比森林里的，那都是小巫见大巫。好了，现在开始进入森林，我们碰到第一个致命生物就是蚊子。亚马逊雨林的气候炎热潮湿，正是蚊子发展的理想环境，这里堪称是蚊子的天堂。亚马逊雨林的蚊子单是种类就高达300多种，数量更是数不胜数。如果人类没有穿防蚊衣服进入雨林，会被蚊子咬得生不如死。普通贴着皮肤的衣物是起不到防蚊效果的，蚊子会穿过衣服间的缝隙吸食我们的血液，被蚊子咬到会奇痒难耐，还会起脓包导致感染。更致命的是，由于这里的蚊子种类繁多，我们很有可能被携带各种病毒的蚊子咬到，如果一旦被咬，会出现疟疾甚至死亡。这里的蚊子跟我们经常见到的家蚊不同，它们普遍个头都比较大，它们吸食走我们的血液之后，会在破口处留下蚊子的唾液，这些液体的危险程度是未知的，很有可能是致命的。所以进入雨林，防蚊是第一步，千万不要小看这些小东西，它们给我们带来的痛苦远比死亡更可怕。好，走向森林深处，第二个会对我们造成威胁的就是吸血蝙蝠。我们都知道，蝙蝠这种东西都喜欢生活在阴暗潮湿的地方，就好比某些山洞或者缝隙里。那么森林里怎么会有它们的身影呢？这就要说到亚马逊雨林深处的真实样貌了。其实真正的原始森林深处并不是我们想象的那样，到处都是绿莹莹的一片。原始森林跟人类经常活动的森林有着天壤之别。走进原始森林深处，有些地方就算是白天，也有可能是黑漆漆的一片，俗称可怕的黑森林。这是由于森林深处的植被在无休止的生长，没有人去砍伐它们。这里的一些树木有些可能生长了上百年甚至上千年，特别的高大，再加上温带气候条件，雨水繁多，导致这里的植物生长会特别的茂盛，时间久了，枝叶就会交叉生长，从而遮挡住了阳光，并且部分地方被枝叶遮挡的密度会很高，在遮挡密度高的地方就很有可能出现黑森林，这也就为蝙蝠提供了一个特别舒适的环境。在一些枯死的树洞中，也是吸血蝙蝠的理想之地。
注意，是吸血蝙蝠，不是所有的蝙蝠都吸血。亚马逊雨林中就生存着这种可怕的吸血蝙蝠，它们靠嗜血为生。吸血蝙蝠的唾液中有一种抗凝血剂，一旦被它咬伤的猎物，短时间内会流血不止。这种蝙蝠就是靠吸食血液为生，它们在攻击猎物时，会像狗皮膏药一样紧贴在猎物的身上，用尖锐的牙齿在猎物身上撕咬一个口子，然后利用它的唾液防止血液凝固，紧贴在上面吸食，直到吸饱喝足后才肯离开。它们一般都是晚上组团出动，白天都待在阴森的洞穴中，一旦被它们盯上，会死得很惨。因为蝙蝠的身上是携带病毒最多的其中一种动物，我们一旦被它咬到，很有可能会感染上可怕的病毒，并且这种病毒很有可能是人类未知的，一旦感染，即便是立刻治疗，也有可能会丧命。第三个，子弹蚁，它是世界上体型最大的蚂蚁种类之一，同样，它也被评为全球10大毒性最强的动物之一。子弹蚁的体型可以超过 2.5 厘米，要比普通的蚂蚁大很多。之所以叫子弹蚁，是因为被它咬到的疼痛感就像被子弹击中一样，特别的疼。这种疼痛可以持续24小时，并且不会有任何的减弱。曾经有一个美国昆虫学家名叫贾斯汀·施密特，曾经体验过被子弹蚁叮咬的疼痛实验。他形容那种感觉就像是有颗生锈的钉子扎进脚后跟，然后再光脚走在红火的木炭上，疼痛还会迅速的扩散。被咬到手，可能整个胳膊在几个小时内都动弹不了。如果被多个子弹蚁咬伤的话，很有可能会丧命。在亚马逊一带生活的土著人习俗中，男孩子长大成人后，必须要经历让子弹蚁叮咬这个过程。如果承受不住这种疼痛，成人礼就会宣告失败，就做不了男人。只有经得住这种考验的人，才算得上真正的男人。好，第四个，流浪蜘蛛，它是蜘蛛界毒性最强的蜘蛛之一。它的体型很大，体长可以到15厘米。之所以叫流浪蜘蛛，是因为这种剧毒蜘蛛从来不会织网，经常游走在森林的各个角落。它的毒性特别的强，仅需 0.006 毫克的毒液就可以轻松毒死一只老鼠。如果我们一旦被它咬到，可能会导致呼吸麻痹和死亡。如果短时间内得不到有效的治疗，死亡的几率会很大。科学家研究发现，在流浪蜘蛛的毒液中含有一种叫 PNT-2-6 的成分，能够令人陷入兴奋的状态。如果男性被咬到，除了以上几种情况，下体还会肿胀持续长达几个小时。这一现象也是特别的危险。被咬到的人如果被注入的毒液过多，下体就很有可能报废。这种剧毒蜘蛛游走在各个地方，特别是香蕉树中，所以在原始森林里看到水果，最好还是不要轻易的去摘，起码要排除一下周围的危险。好，第五个，树蟒。到这里黑土提示一下各位领导，由于蛇的视频画面会引起视觉上的不适，在这里黑土就不给各位领导展示了。黑土已经把图片打码，还望各位领导理解。据不完全统计，在亚马逊雨林中生存着至少17种拥有剧毒的蛇类，还有很多大型的无毒蛇。如果不小心被这些毒蛇咬中，如果短时间内没有得到救治，毋庸置疑，几乎毫无生还的几率。除了地面上的毒蛇，我们还要时刻防备盘在树上的蟒蛇，也就是树蟒。这里的蟒蛇普遍都大，虽然树蟒没有毒，但是对于普遍对蟒蛇都有恐惧感的人类来说，也特别的可怕。可以想象一下，走在乱草丛生的原始森林中，一头撞上了一个树枝，抬头一看，一条4、5米长的巨蟒就在头顶盘着，并且死死地盯着我们。好家伙，我鸡皮疙瘩都起来了。好，第六个，巨型蜈蚣，它是世界上最大的蜈蚣之一，体长最大可以达到40多厘米，特别的大。这种蜈蚣携带剧毒，也是特别的危险。它们一般在晚上活动。其实不单单是蜈蚣，前面我们说的这一些，有很多都是在晚上出动。亚马逊雨林的夜晚是最危险的，这种大型的蜈蚣一般都潜伏在石头缝或者杂草跟腐烂的木头下，它们的钻缝能力极强，越是潮湿隐秘的地方，越是它们理想的栖息地。巨大的身体可以协助它们捕食青蛙、蜘蛛，甚至是蛇这种稍微大一点的动物。被它咬伤后会导致剧烈并且持久性的疼痛和肿胀，严重的也可能致死。如果身处亚马逊雨林，它也是对我们造成威胁的动物之一。第7个，亚马逊巨人食鸟蛛，它是世界上现存最大的蜘蛛，它要比上面的流浪蜘蛛要大得多。作为世界上最大体型的蜘蛛，它的体型最大可以，即便是这样，被它咬一下，照样会疼痛难耐，因为它们长着3厘米长的尖牙，轻易的就可以刺穿我们的皮肤，再加上它的腿毛，这些毛带有倒钩，被它碰一下都有可能会受伤，特别的危险。好，第8个，箭毒蛙。
这个小东西一眼看上去给我的感觉是绝对不好吃。非但不好吃，它还是世界上毒性最强的物种之一。它们个头不大，毒性却极强。这家伙各式各样的颜色都有，红橙黄绿青蓝紫几乎都给占全了。在很久以前，美洲的原住民曾使用箭毒蛙分泌出来的毒液抹在箭头顶端来干仗。随着颜色不同的箭毒蛙毒性也会有所不同，比如说一只黄金箭毒蛙的毒素就足以让10个成年人丧命，有些更毒的甚至我们仅仅碰到它就会中毒，并且毒素大部分都是致命的。应了那句话，颜色越是鲜艳的动物越是致命。好，第9个，世界上最大的蛇森蚺。到这里同上面一样，黑土会把蛇打上马赛克，以防各位领导的不适，还望理解。森蚺咱们上一期说过，它是生活在亚马逊河里的，不过在雨林中它们也会经常出现，一般在一些沼泽地里、潜水坑里都会有它们的身影。森蚺是世界上最大的蛇，最长可达10米以上，粗如成年男子的躯干，巨大的身形可以让它们毫不费力的就吃掉一个成年人。如果没有携带任何防身武器的情况下，在森林深处碰到这种巨型的森蚺的攻击，就算是泰森来了，也只能听天由命。好，最后一个，美洲虎，也就是美洲豹。不同的地方叫法不同，它是世界上第3大猫科动物，除了狮子老虎就属它了。虽然它身上的花纹比较偏向于豹子，但是仔细观察它的整个身体，包括动作都很接近于老虎，所以就有人称它们为美洲虎。它们经常游走在茂密的热带雨林中，特别是附近有水源的沼泽地。在亚马逊雨林中，美洲豹几乎站在食物链的最顶端，它会捕食凶残的小型凯门鳄和庞大的森蚺。它的体型可达1.8米，体重300多斤，咬合力高达1100多斤，比老虎、狮子都要大。巨大的咬合力可以让它一口就咬碎猎物的头盖骨。虽然在体型上它不如狮子老虎，但是要比起捕杀猎物，狮子老虎不一定比美洲豹强。老虎、狮子体型大，爆发力强，虽然这些都碾压美洲豹，但是有一点是比不过美洲豹的，就是凶猛和敏捷。可能由于3者栖息环境不同，美洲豹经常活动的区域面对的都是森蚺、鳄鱼这种凶猛生物，而狮子老虎一般不会与这些生物面对面，这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美洲豹的凶猛与敏捷度。虽然表面上看美洲豹的凶猛程度也不低，但是如果真拿美洲豹与狮子老虎单挑的话，其实美洲豹是毫无胜算的，但从体型这方面就基本已经输给狮子老虎了。假如美洲豹的体型与狮子老虎一样，那么丛林之王很有可能会易主。可是哪来这么多可能呢？好了，这期视频就到这里了，觉得还不错的领导记得帮黑土点个赞支持一下，谢谢。你知道曾经生活在地球上体型最大的恐龙有多大吗？你以为霸王龙在当时真的可以统治地球吗？你知道吗？至今为止，人们已知的恐龙种类就已经超过了上百种。在这多达几百种恐龙中，有食草的，有食肉的，也有杂食性的。不同种类的恐龙特征也会明显不同，吃草的多数都是4条腿，而吃肉的2条腿居多，种类繁多。人们为了方便记录，便把这些不同种类的恐龙分为6大类群。在所有不同种类的恐龙中，它们的体型从几十厘米到几十米不等，有大有小。第一个犀角类恐龙是人类目前发现的体型最长和最重的恐龙类群。由于人们只能通过零散的化石去了解它们，所以它们的具体大小与体重误差幅度通常会很高，因此人们只能通过骨骼长度大致估计出它们的大小。今天这期视频，黑土就结合以上的7大类群，大致找到了曾经世界上体型最大的10种恐龙，带各位领导再次回到过去，认识一下曾经生活在地球上的那些霸主。大家好，我是黑土，喜欢这类视频的领导，劳烦您帮忙点个赞支持一下，记得长按点赞3秒，给黑土个霸气鼓励，谢谢。好，位列第10位的就是巨兽龙。巨兽龙也叫南方巨兽龙，人们第一次发现这个大家伙的骨骼化石是在1993年，当时是由一个业余的化石猎人在阿根廷当地的一个沙漠找到的，后来通过古生物学家对其骨骼进行重组复原，最终使得巨兽龙的标本保留了将近 70% 的骨骼，这副骨骼也是目前人类发现的最完整的标本。之后人们通过分析了解到，巨兽龙是一种生存在距今约1亿年前的白垩纪时期的大型食肉恐龙，它们的体长约在14米左右，体重约为11吨左右。这种恐龙应该是靠捕食其他恐龙为食，它最明显的特征就是它那满嘴匕首般的利牙。这个家伙在当时应该有着很可怕的咬合力以及非常快的撕咬速度。虽然在当时巨兽龙并不是最强大的恐龙，但它和暴龙以及砂齿龙是白垩纪最强的3种食肉恐龙。
对了，还有一个就是它的体型。巨兽龙通常被认为是最大的兽脚亚目恐龙之一，然而由于其残骸不完整，因此它的确切体型大小人们很难估计，最终导致它与霸王龙究竟谁的体型更大，至今仍是一个备受争论的话题。有的说霸王龙更大，也有人认为巨兽龙更大。好，第9个，棘龙。棘龙是人类已知所有陆生食肉动物中体型最大的，它的体长可达15米，体重约为10吨。棘龙最明显的特征就是背部长有吊桥状的背脊，它们与巨兽龙一样，大约生活在1亿多年前的白垩纪，其分布范围就在现在的非洲北部地区，也就是现在的撒哈拉沙漠北部。在当时，这里植被茂密，食物充足，还不是一片荒漠。古生学家通过对棘龙的骨骼研究发现，它们可能存在一定的水性，也就是说，它们很有可能与鳄鱼或者河马这样的动物一样，可以在陆地上活动，也可以在水中活动。因为从它的身体构造，尤其是头骨和牙齿，它们的上下颌又长又窄，这种特征可以使得它们非常适合捕杀鱼类，再加上巨大的体型，它们也可以捕杀陆生动物。由此人们猜测，这个大家伙很有可能水陆通吃，在当时绝对是一个非常拔尖的捕食者。好，第8个，腕龙。腕龙是地球上曾经出现过最大和最重的恐龙之一，它们大约生活在 1.5 亿年前的晚侏罗纪时期的北美洲。在目前人类已经发现的所有完整骨架的恐龙化石中，腕龙是最高的，它们站立时的身高可达15米，身长约为26米，但是它的脖子就长达6米，整个看上去简直就像一栋大楼那么高大。腕龙最明显的特征就是它的长脖子与前腿，腕龙的前腿要比它们的后腿更长更粗壮，乍一看上去就很像现在的长颈鹿。据人们通过研究腕龙的粪便化石发现，这个家伙每天可能需要吃掉大约1吨的食物来维持它们庞大的身体生长以及活动所需要的能量，它们的食量几乎是亚洲象的10倍。当然吃得多，排泄物自然也多。据估计，这个家伙一次向外排泄的粪便就有1米多高，并且这个大家伙还属于群居动物，每天都会成群结队的在大地上晃悠，寻找新鲜的树木。腕龙群所到之处，大地震颤，烟尘滚滚。对了，还有就是腕龙属于食草动物，它们虽然体型巨大，但是性情温和，并不像霸王龙那样喜欢攻击其他的动物。好，第7个，南极龙。这里的南极并不是指南极大陆，南极龙的这个名字在古希腊文中并不是表示南极洲，而是指北方的相反。简单点说，就是意思比较相近，但是代表的地方不一样。这里提一下，还有就是恐龙的这个名字只是我们中国人的叫法，刚开始国外的一些古生物学家把这些远古生物称为恐怖的蜥蜴，而我们就将其简化翻译过来后就变成了恐龙。好，南极龙生活在白垩纪晚期，当时它们的活动区域位于现在的南美洲，它们是一种大型的4足草食性恐龙。据人们估计，南极龙的体长大约在30米左右，但是由于南极龙并没有一个完整的骨骼，因此它的具体大小很难推断，人们估计的大小通常差距会很大，科学家们只能通过一些零散的骨骼去大致估计出它的整体大小。好，第6个，梁龙。梁龙其实也就是地震龙，之所以会有地震龙这个名字，是由于其巨大的体型，走起路来可以使得大地震动，因此才被称为地震龙。梁龙曾经生活在大约 1.5 亿年前的侏罗纪晚期的北美洲西部，它们的体长全长可以超过30米，体重约为10吨。这个家伙最明显的特征就是长。梁龙虽然体长比腕龙长，但是体重却没有腕龙重，这主要就是梁龙的身体长度主要都集中在头部与尾巴，但是它的脖子就长达7米多，尾巴最长可达14米，这就会显得它们的身体瘦小，只有10几吨重。科学家估计，梁龙之所以会拥有这么长的尾巴，可能是为了抵御敌害。在面对其他掠食者的时候，梁龙可以利用它的长尾巴当做鞭子一类的武器来发起攻击。还有就是梁龙的另一个特征，就是它们的鼻子长在眼睛上面。当然不只是梁龙，上面提到的腕龙的鼻孔也是长在头顶上的。虽然两者看上去比较相似，但是如果细心观察就会发现明显的不同。梁龙的后腿比前腿长，而腕龙的前腿要比后腿长。对了，还有梁龙这个大家伙也是草食性动物，以植物为食。好，第5个，波塞冬龙。它可能是人类已知最高的恐龙，由于没有找到波塞冬龙的完整骨骼，因此还不能将其定义为最高的恐龙。不过人们通过骨骼分析，它们很有可能是最高的恐龙。波塞冬龙也被称为海神龙，它的外表与腕龙很像，但是通常要比腕龙更大。波塞冬龙的体长大约可以达到34米，体重约为60吨左右，身高可能会达到17米，大约是6层楼那么高。但是它们脖子上的一节颈椎就有 1.5 米长，脖子的长度可以达到12米左右，体型那家伙相当大。
他们当时的活动区域就是现在的墨西哥湾的海岸。早期这里植被茂密，有足够的食物供波塞冬龙食用，在当时几乎没有其他恐龙可以威胁到成年的波塞冬龙。人们第一次发现这个大家伙的化石是在1994年的奥克拉荷马州的一个乡村，由当地的一个训犬师在一个露出的粘土岩中发现。人们在刚发现波塞冬龙这种化石的时候还有些质疑，许多人都认为这种骨骼太大，不太可能是动物的遗骸，一度认为是一些树干。后来经过科学研究，最终才确定这是一种大型的恐龙。好，第4个，超龙。据科学家们估计，超龙是一种体长接近35米长的巨型恐龙。由于人们只发现了一些超龙零散的骨骼化石，因此还不能够确定超龙的体型究竟有多大，只能通过零散的骨骼去大概估计它的体型。当然，科学家认为超龙的体型长达35米，也不是胡乱猜测的，因为从发现的超龙零散的化石中观察到，这个家伙仅仅是一块肩胛骨就长达 2.5 米，骨盆宽 1.8 米，肋骨长达 3.1 米。单从这些巨型骨骼来看，超龙的体型也小不了。还有就是超龙的体重，从这些巨大的骨骼来看，科学家们推测超龙的体重大概到了66吨，甚至有人推测它重达88吨。但是出于陆生动物生存的最大极限，很少有动物可以克服地球上的重力问题。也就是说，如果超龙的体重是66吨，那么它每条腿就必须承受 16.5 吨的身体重量。如果腿部构造不够坚固，就会被身体重量压碎。然而出于陆生动物的最大生存极限，科学家们推测超龙的体重很难超过80吨。不过这些都只是猜测，超龙的真实面目究竟是什么样，至今仍是一个谜。但可以确定的是，这个家伙绝对是一个庞然大物。好，第3个，马门溪龙。这是在我们国家的四川省宜宾市马鸣溪渡口发现的。马门溪龙的体型虽然不是恐龙中最大的，但是它的颈部可能是所有恐龙中最长的。马门溪龙的颈部最长可达15米，它的体长全长可达35米。人们首次发现马门溪龙是在1952年，当时金沙江马鸣溪渡口附近正在修筑铁路，修路工人在开凿岩石的时候，发现了许多像骨头一样的石头。后来经过我们国家的古生物学家杨忠建教授研究确认后，发现这是一种人类初次发现的新型恐龙化石，于是他就借当地渡口的名字给恐龙取名马门溪龙。从当时发现的化石中来看，专家们测得这种马门溪龙的体长也仅为22米。后来直到50多年后，也就是2006年，科学家们在新疆的奇台县又发现了新的恐龙化石。最后经过科学家们确认，它与50多年前在四川发现的马门溪龙一样，是同一物种。后来经过测量，新疆奇台县发现的马门溪龙化石体长长达35米，在当时这种恐龙一度被称为亚洲第一龙。好，第2个，巴塔哥泰坦龙。巴塔哥泰坦龙曾经被称为泰坦巨龙，也就是说泰坦巨龙与巴塔哥泰坦龙是一个物种。这个家伙可能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最大的恐龙，它的体长约在36米，体重约为57吨左右。之所以说它可能是最大的恐龙，是因为人们发现这个大家伙的骨骼还有继续生长的迹象，也就是说很有可能还有比目前发现的泰坦巨龙更大的个体存在。人们第一次发现这种恐龙是在2008年，当时是由一名农场工人在阿根廷当地的一个沙漠中发现的。巴塔哥泰坦龙与其他犀角类恐龙一样，也是一种四足草食性动物，它们有着长长的脖子和尾巴，生存在距今大约1亿多年前的白垩纪中期。当时它们生存的地方还是森林区域，并不是沙漠。完全成年的巴塔哥泰坦龙在当时几乎没有天敌。对了，还有就是这个家伙的体型在世界上一直存在很多争议。由于这些远古生物的体型都是通过零散的骨骼推算出来的，所以并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它们的确切体型究竟有多大，以至于在古生物界有很多人认为它就是世界上最大的恐龙，当然也有人认为它不是。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证据不足。目前世界上被广泛认可的体型最大的恐龙就是我们的第一名阿根廷龙。好，第1个阿根廷龙，它的体长可达42米，体重可能重达94吨，这相当于20多头大象的重量。在所有的恐龙里，能与阿根廷龙分个高低的，也就只有易碎双腔龙了。易碎双腔龙的体长被个别古生物学家估计超过了50米，但是这个数据被很多人认为有夸大的可能性。